众所周知，末地这个维度已经上百年没有更新过了，而今天全新的末地生物群系，并且是内容超级丰富和仙境一样的末地更新，它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首先，我们来到末地的主岛，第一眼就可以看到的是主岛的背景被替换成了无尽的星空。这片陆地看起来就像是漂浮在宇宙中的一颗小星星一样。当我们成功的击败了末影龙，跳进了末地折月门，就可以看到全新的生物群系了。为了让接下来的视觉效果更震撼一点，我们将使用以下这个光影。这个光影可以通过迷雾让虚空更加具有神秘感，而且亮度的变化也更加明显。那么接下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个末地环境。在这里有很多由抬光菇组成的树木，它们顶上长有可以发出光芒的菌绒，并且木头可以像主世界的木头一样来合成木板，并制作各种工具。地面上的植物也跟上面的菌绒一样，都是可以发光的。而这里的抬光菇只是比较小的抬光菇，在有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株非常巨大的抬光菇。如果是生存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在这里制作我们的树屋，搭配上这光这影，有点像大型的仙侠网游一样，并且环境的声音也很容易让人静下心来。在这个新的末地还有3种新的生物，一种是末地史莱姆，和主世界的史莱姆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一种是水里的鱼，对，没错，这个末地里面是有水的，这里面的鱼是会发光的，一会儿可以给你们看一个比较大的池塘。在树下有时候还会生成蜻蜓，蜻蜓也是会发光的，和抬光菇的颜色非常相似，并且扇动翅膀的声音也非常真实。和前面发光的树相反，末地也有一种深紫色的树，这里的环境就比较阴森了，而且平时到处可见的紫宋果也只在这里出现，这里的紫宋花才叫真正的紫宋花，平时我们看到的都是紫宋方块。这里的木头叫做咏唱木，和抬光菇木一样可以做成木板。这里也有一种特殊的石头叫做紫罗兰石，和主世界的石头有一样的用法。在这个世界还有几种木头和石头有相似的属性。第3种在末地比较常见的东西是极光水晶，但是我没有发现这个极光水晶在这个世界里有什么具体的用途，除了装饰以外。不过如果把它拿来做装饰，应该会是非常好看的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来自末地的水了，这个水也是这个世界最好看的地方，特别是它在抬光菇旁边的时候，在水上会有很多莲叶，莲叶上可能还有莲花，而这里的莲花是会发光的。除了这些植物还有外观，这个世界还添加了一些新的装备，不过不需要在末地，我们也是可以制作出来的。首先我们需要一柄下界合金锤，在铁针上可以把末影珍珠锤成末影粉，然后末影粉和铁锭可以烧成中界铁锭，而中界铁锭又可以和下界合金锭合成太古合金锭。这2套就是中界合金还有太古合金的盔甲了，我手上的这把就是太古合金合成的剑。在这个末地同样是有末地城的，虽然这个末地城并没有进行改动，但是这里有一个专门为这个模组准备的数据包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，它利用了这个模组的方块来制作了更好看的末地城。在这个末地城里面有更多的钱银贝，更高的刷怪几率，并且在每座塔的正中心有一个中界铁块，这个铁块由9个中界铁锭合成，我们可以直接获取。这里对末地船也进行了修改，末地船会刷出幻翼了，这里的幻翼并不会因为天亮而燃烧，所以是有比较大的挑战难度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模组了，模组名称叫做更好的末地，还有一个同作者的模组叫做更好的下界，也对下界进行了很大的优化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再做一期介绍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